好，看能不能看到画面，听到声音。看一下直播。OK。有哈，你有准备号码牌哈？好。
我换这一个无线麦克风看行不行？好，请助教check一下是不是有声音。我可能刚刚这个没电了，有吗？有没有声音？有了，好 ，OK。好，来，那我们开始上课。好，那我们上周讲到，这应该是第19章的后半段。好，那后半段呢，我们主要讲的就是 non-parametric models。在此之前，我们介绍的都是参数式模型。那主要的参数式模型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可能会决定用一些比如说最常见的可能是一个linear regression 我们去想办法用一条直线方程式或者是曲线方程式或者是高次的多项式来描述资料的分布。好，那一旦呢我们找到那一条方程式的这些系数之后呢，基本上我们就可以把资料丢掉了，因为我们对于资料的理解都已经完全描述在这个参数里面。那这一类的模型呢，叫做参数式模型。好，从最早的这种 linear regression 的问题，一直到大家最近几年在用的这个类神经网络，都是所谓的参数式模型。好，那所以就好像比如说你要学一个影像辨识的模型，你就是丢给它大量的训练资料。那一旦你的模型训练完之后，你就再也不用那些资料了，因为你已经把那个知识 embed 把它储存在你的类神经网络的参数里面去。好，反之呢，我们要有另外一大类叫做非参数式的模型，好，就是 non-parametric model。那其中我们在上次最后提到呢，非参数式模型里面的一个最基本的方法呢，叫做 nearest neighbor method。好，那它的概念就是说，我如果今天想要判别某一笔资料是属于哪一类的话，好，我不是去靠一个我之前已经学好的模型，我把这个资料丢给这个模型，叫它给我一个分类的结果，不是，我是根据这一个资料比如说它在空间当中，它的邻居们比如说我找最近的11个邻居，好，那我就去看看这11个邻居呢，分别属的类别是怎么样，那我就做一个投票比如说 A 类我的11个邻居里面最多的是 A 类，那我就认为我这个SQ 这一笔资料呢，也是属于 A 这一类那它也可以拿来做 regression。一样呢，我想要预估的，我不是在做分类，我是想要预估说 SQ 对应的 output 的值是怎么样。那一样呢，我就看这11个邻居，它对应的值是多少，我就把11个邻居的值呢，把它平均起来就好像说，我现在想要了解在座的同学某位同学的年龄是几岁几岁几年几个月大。好，那我可能就是去看一下他坐在他周围的所有的邻居，我去问一下每一个人是几岁，然后把这个年纪加起来平均，我来预估我现在有兴趣的这位同学的年龄这是 nearest neighbor 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做法那你会发现说，这样子的做法完全不需要一个数学的一个参数都不需要那这个就是 nearest neighbor。好，那在使用 nearest neighbor 的时候呢，我们上周也有提到说，所以很显然的，我们要决定谁是邻居嘛。好，所以呢，不仅我把每一笔资料我表达在特征空间当中表达成一个特征向量，那我还有一个要决定的事情是说，我如何来决定任意两笔资料之间的距离是多少因为有了距离的计算，你才知道说谁是所谓的离我比较近的这件事情那我们最熟悉的就是用所谓的欧式距离 ，OK， 好，就是相对应的维度相减之后取平方，然后呢，全部的维度的误差的值加起来再开根号取平均开根号之类的那其实这种欧式距离
它其实是一种Minkowski distance 的一个特例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式子呢，它是对应的维度相减之后，取绝对值，取 p 次方，加起来再开 p 方根啊。那如果你今天 p 用2带进去，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欧式距离的意思啊。那你如果带1进去，那它就是对应到 Manhattan distance 的意思啊。那这个是很 general 的一种常见的 distance 的这个定义方法啊。好，那我们上次最后有提醒就是说，当你在描述资料的时候，你不同维度，也许你的 dynamic range， 你的这个数值的变动是很不一样的。好，那请记得你要针对每一个维度去进行 normalization。要进行正规化，才不会呢，你有某一个维度的数值，比如说你第一个维度数值0到10之间，你第二个维度呢可能在0到10000之间，好，所以你第二个维度的数值变动很大，就有可能导致于你第二个维度的数值相减之后取平方，那个数字远远大过第一个维度的影响，那这样子就会变成第二个维度呢主宰了整个数值的计算所以要记得这件事情。好，那我们上次呢大概就是讲到这边。那讲到这边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呢很快的进入到当我们在进行距离的计算的时候有一个要很小心的一件事情，叫做 curse of dimensionality 维度的诅咒。那维度的诅咒这件事情呢，是不管是从几十年前的这种machine learning 的介绍，一直到现在，我们都要特别注意维度的诅咒。好，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当我们在使用 nearest neighbor 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去计算资料跟资料之间的距离嘛。那每一笔资料呢，可能可以表达，比如说一笔资料，我可能可以表达成一个10维的向量、20维、100维、10000维的向量。好，那这边特别提醒大家，一般来讲，如果说我们是在一个比较低维度的空间当中，然后我们资料很多的话，也就是说我们具有很多的资料，然后呢每一笔资料都表达成相对比较低的维度的话呢，基本上呢 nearest neighbor 可以运作的还不错，也就是说我们在计算谁跟谁比较近的时候这个计算是比较准确的。好，然而当我们变成高维度的空间当中的时候呢，它就不是那么好。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我每一个资料点是用一个10000维很高维的一个方法来表达这一笔资料的话，那我们所谓的距离的计算可能就不准哦，很有可能就不准哦。底下我们举一个例子，好，假设我们现在要采用 k nearest neighbor， 也就是说我们要找到某一笔资料的 k 个邻居。好，那假设呢，现在在整个空间当中，特征空间当中呢，总共有大 N 这么多个点，而且这大 N 这么多个点呢，是平均均匀的分布在这个空间当中，有大 N 这么多个点，然后每一个点呢，都可以用一个小 n 维的向量来表达。OK， 我们现在是一个这个问题，所以说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现在这整个宇宙就相当于是这个大的立方体。那在这整个宇宙里面呢，包含大 N 这么多个星球，而且我们假设它是均匀分布在这整个宇宙的范围内。好，那现在呢，针对某一个点，我们要去算它的 k 个最相近的邻居。好，那假设我们找到了能够框住这 k 个最相近邻居的那个最小的 hypercube， 能够框住这 k 个最小邻居的那个小立方体我们假设它的边长是 L， 平均偏长是 L， 也就是说像这里。好，现在呢，我有某一个点在目前这个红色的这个地方，以它为中心，我去找它距离它最近的 k 个邻居。那找到之后，我是不是可以用一个小的立方体来框住
它的 k 个邻居。那假设这个小的立方体呢，平均边长是 L， 这样可以吗？那所以呢，这个小的立方体的体积呢，就是 L 的 n 次方。好，这个 n 呢，其实是很高的维度，但是我们为了方便说明，我们现在把它画成3个维度。好，所以你看哦，这个小的立方体的体积是 L 的 n 次方，那这个大的立方体的体积呢是1，是1。我们假设这个大的整个宇宙啊，这个大的立方体的每一边长度都等于1。好，那代表说这个小 l 呢是一个小于1的数值啊。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去计算一下哈，这个L 的 n 次方啊，就应该是什么 ？k 除上大 N。好，为什么？我整个宇宙的体积是1，那我们现在讲说，我们整个宇宙包含了大 N 这么多个资料的点，而且这大 N 这么多个资料点是什么？均匀的分布在这个宇宙里面。所以你想啊，一个小能够涵盖了小 k 这么多个资料点的立方体的体积，对比于整个宇宙的这个体积的比，不就是应该就是 L 的 n 次方比1就等于是 k 比 n 吗？这样有没有懂？就是我这个小的立方体的体积比上整个大的立方体的体积的比值，是不是就应该要等于是我小的立方体框住 k 个点，我大的立方体框住大 n 个点嘛，就应该是 k 比 n 嘛。好，所以 L 的 n 次方比1就应该等于是 k 比 n， 所以我就可以写下这个式子 L 的 n 次方等于 k 除 n，k 除大 n， 可以吗？好，所以稍微计算一下呢，那这个 L 呢，就是等于 k 除大 n 的 n 分之1次方，开 n 方根这样子。好，这个就是我的小立方体的边长，平均边长是这样，可以哈？好，然后再来，假设今天我们的实际的数值是这样，我们总共有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我们有100万个点在这个宇宙里面。好，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宇宙里面呢，我们从某一个点为中心，我要去看它最近的10个邻居。好，那每一个点呢，如果我都是用2维的向量来表达每一个点的话，也就是说小 n 等于2的话，那套用刚刚的这个式子 ，L 等于是10除上100万的什么2分之1次方，算出来呢 0.003， 也就是说你要能够框住这个点的最近的10个邻居啊，你的这个小，因为如果是2维的话，它其实就是小正方形啊，你的这个小正方形的边长要多少 ?0.003 就够了。在一个边长为1的一个这个平面宇宙上，你只要用一个边长为 0.003 的小立方体，就可以框住最近的10个邻居，可以吗？好，就这意思。好，但如果今天我的维度变成3维，好 ，n 小 n 等于3，所以一样是10除上100万的3分之1次方，你算出来的 L 呢，就大约是2%，也是0.02，也就是说，在一个3维的宇宙里面，这整个3维的宇宙的体积等于1，它的这个3维的宇宙每一个边长等于1，你要用多大的立方体能够框住10个点呢？你这个立方体的边长啊，要0.02。好，如果是 two dimensional， 你只要0.003，可是你到了3个维度的时候，你要0.02。好，再继续往下，如果今天变成17维，这个 L 呢，就差不多要等于0.5。L 要差不多等于0.5，也就是说，你要能够框住10个邻，假设你今天这整个宇宙是17维的宇宙，你要框住10个点的那个小立方体，
你的这个小立方体的边长要几乎是你整个宇宙的一半，长宽高要几乎是你宇宙的一半。而如果今天是200维，你的边长要达到 0.94 才有办法框住10个邻居。这样大家有体会到了吗？就是说，如果今天右上角的这一个宇宙，它如果是200维的一个宇宙的话，在一个200维的宇宙当中，你以某一个点为中心，你要框住它最近的10个邻居，你居然要几乎把整个宇宙都框起来，你才框得到10个邻居。有没有体会到这件事？这个就叫维度的诅咒 （Curse of Dimensionality）。当你的资料维度很高的时候，在高维的空间当中，每一个点都非常的稀疏，彼此都距离得很远。这样懂我意思吗？我们虽然不知道我们现在所在的宇宙是几维有人说7维或者怎么样，但我们知道其实很多的星球，就是星球跟星球之间彼此离得非常的远非常非常的远好，这就是 Curse of Dimensionality。 这件事情是告诉我们说，如果你在处理的资料维度非常的高的话，你用一个 L2 distance 去算2点之间的距离，常常是不准的。或者是说，你跟所有的人去算 L2 的 distance 都差不多远，都那么远，这就是所谓的维度的诅咒。那也就是因为维度的诅咒呢，所以有一大块的研究领域专门在做所谓的 dimension reduction， 所谓的维度降低的这一项工作。那这里就是另外一门学问了大家有兴趣再去修相关的课。好，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除了你这个距离可能算得不准之外还有一个，假设我就算距离算得准好了，我今天我这笔资料我有100万个点哇，那我现在以某一个点为中心，我要去找到在这100万个点里面去找到跟我最近的这10个点，怎么做？最笨的方法当然就是说，我就跟这100万个点都比过一次 distance 嘛，然后 sorting 找最近的10个点嘛。哇，但是这个不得了，要花很多的时间嘛。所以呢，就很早就有人提出一种资料结构，一种方法，可以让我们比较快速的找到最近的点这个方法呢，我们有很多方法，我们就介绍一个最简单的，叫做 KD tree 就是 K dimensional tree 的意思也就是说呢，我先把这100万个点呢，先把它放到这个 KD tree 里面，这些点不同的点放到 tree 的不同的地方。根据这100万个点呢，我们去建构一个 KD tree。怎么建呢？比如说我现在从 root 开始，在 root 这边呢，我就随机挑某一个维度比如说我现在假设是100维的一个向量，我这100维里面我随机挑到第 i 这个维度的向量，然后呢，我去 check 说，我现在的这个向量呢，这笔资料的第 i 个维度有没有小于等于 m？ 其中呢 m 呢代表的是第 i 个维度的这100万个点的这个中位数。好，它第一笔资料第 i 个维度的值有没有小于等于中位数？如果有，那我就放在左边的 subtree； 如果没有，我就放在右边的 subtree。好，那接下来我左边的那个 subtree 呢，一样再来嘛，我再随机挑一个维度出来，然后 dj 这个维度我再去看一下，在这左边指数里面，本来有100万个点。我经过这一分大概会有50万个点会在左边的指数，50万个点会在右边的指数。那现在左边的这个指数的50万个点呢，我又要再随机挑到 dj 这个维度的中位数。好，有的呢就再放在左指数，有的呢再放在右指数。所以说呢，第2层的左指数呢就会只剩下25万个点，右指数呢就是25万个点。以此类推，一路往下做下去，一直到你这个 tree 再也无法分出
其他的 subtree 为止。好，这个叫 KD tree。好，那所以当你在使用 KD tree 的时候，你要如何去找到所谓的最近的 K 个邻居呢？我现在有一个新的资料 SQ 进来的，一样嘛，我就是看一下啊，刚刚我去 traverse 这个 KD tree， 我 XQ 这个向量，我们刚刚第一个在 root 那边，我们是看第 i 个维度嘛，那我一样看一下它的第 i 个维度有没有小于等于中位数，然后如果有，我就把 SQ 呢往左边的指数走，然后以此类推，我就再把在第一层的左指数里面，我接下来可能再看第 j 个维度，我可能就跑到右指数，以此类推，一路往下走，走到底接近底部的地方，我们是不是就剩下很少的人会跟我落在同样的指数上面？那些就是你的邻居。这个就是 KD tree 的使用方法。好，那 KD tree 呢是一个简单又有效的一个方法。好，那它适用的范围呢是当你有很多的资料点啊，比你的维度还要多很多的时候啊，比如说你这里的建议呢至少要2的 n 次方这么多个资料点 ，n 代表的是你的维度，所以假设你的资料点呢都是用10个维度来表示。那你就最好要超过2的10次方这么多笔资料啊！你如果是有到20个维度，你最好要2的20次方这么多个资料点啊 ，KD tree 呢会运作的比较好。好，这是一种做法，叫做 KD tree 啊。还有另外一种做法呢，叫做 locality sensitive hashing。好，这个呢也是很大的一个研究分支。大概在20年前这一个 locality sensitive hashing 是一个相当热门的研究题目。那它的概念是这样，大家有学过资料结构的，或者是应该是资料结构，你应该学过 hashing 嘛 ？hash 对不对？基本上 hash 呢就是我有一个 function， 好，然后我给你这笔资料丢进去，丢给这个 function， 这个 function 就会帮我把这笔资料呢归类成是，比如说我可能有大 N 这么多个抽屉，那我就把这笔资料点呢归属于 N 个抽屉里面的某一个抽屉，这是一个 hashing function 要做的事情嘛。好，那 locality sensitive hashing 的意思就是说，我希望如果你在高维的空间当中，你比较相似的资料呢，就应该归类到同一个抽屉里面去。应该说有很高的几率就应该要归类到同一个抽屉里面去，这个就是 locality sensitive hashing 的主要的目的。那它主要是用来解决这个所谓的 approximate nearest neighbor problem。好，就是说你要去找到 k 完美的找到最近的那 k 个邻居其实是要花很多力气的。所以说后来呢，学术界就把它导向说，我不要求到完美的 k 个邻居，我就是近似完美就行了。好 ，approximate 它是一个近似值，就好像我们在过去我们讲过什么 Bayesian network approximate inference 有没有？我们当时讲什么蒙地卡罗，对不对 ？Markov chain Monte Carlo。好，我们只要有很高的几率，我们 inference 出来的几率。inference 出来的值是对的就好了嘛。好，那这边 locality sensitive hashing 也是一样的概念。那它的 formulation 就是说，我给一堆资料，以及给一个我现在有兴趣的 query 的 point SQ。好，我希望呢有很高的几率呢，我们希望有很高的几率呢，我经过这个 hash 之后呢。真正在高维空间当中跟我 SQ 很接近的人，会跟我 hash 到同一个抽屉里面去。这样好，那更 precise 更精准一点，在数学上它的定义是说，如果有一个点 xj， 它是在 SQ 的半径为 r 的这个方圆半径为 r 的范围之内的话，如果有这个 xj， 也就是说它在高维的空间当中是离 SQ 在半径
范围 R 里面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经过 hashing 之后，就有很高的几率会让我 hash 过后的 xj 会在 hash 过后的 sq 的方圆为 cr 的半径之内，会找到这个 hash 过后的 sj。好，那这里面呢，就讲起来有点绕口了。好，那原因都是因为有一些数学的一个推导了。好，那如果说今天我这个 xj 不在高维的空间当中，不在 sq 的方圆半径 r 之内的话，那它就有很高的几率不在那个 cr 的范围内 hash 过后，这样。好，那它可能就会 return fail return 就是它反正 SQ 的这个周围里面没有 XJ 这个人，这样。好，那其中这里有奇怪的参数啊，比如说 C 啊 C 倍的 R， 这个 C 啊是要多大？好，你可以根据你的应用而定。然后呢，什么叫做有很高的几率啊？超过70% 算不算很高？超过80% 算不算很高？这里所谓的有很高的几率怎么样叫做够高？这个也是根据你的范围应用而定。好，但是 LSH Locality Sensitive Hashing 它主要的概念就是这样子。好，那所以说呢 ，we need a hash function g of x， 好，使得如果今天高维空间xj 跟 xj prime 很接近的话，啊，都把它丢到这个 g 这个 hash function 的话呢，那么有很高的几率呢 ，xj 跟 xj prime 呢，它们在 hash 过后的 distance 呢，应该在 cr 以内，这样子。好，那确切来讲，这个 LSH 要怎么做呢？啊，应该也有很多种做法。那这里讲一种最简单的做法。这个简单的做法就是我去做很多次的 random projection， 很多次的 random projection， 然后呢，把这么多次的 random projection 的结果聚集起来。好，然后确切来讲，就是说，假设我做 L 次的 random projection， 好，就是随便一个点 X 进来，我就把它随机的 project 到，把它投影到某一个抽屉，啊，投影到某一个地方，然后呢，这是我可以做第一种 random projection， 第二种 random projection 到第 L 种 random projection， 那这 L 个 random projection 是不一样的，好，所以它 project 它投影过去之后的地方不一样。好，就这么的无脑。好，那当我们现在有一笔新的资料 SQ 进来了，我就把这个 SQ 呢也都丢到 G1、G2 到 GL 里面去进行投影，好，投影过去就 hash 过去，然后呢 we fetch the set of points in bin GKQ for each K， 什么意思呢？我 SQ 我经过1号 hash 方序 hash 过去之后，我 hash 到某一个抽屉，我就把那个抽屉里面的人拿出来，这是不是形成一个集合？就叫做第一个集合 G1Q 这个集合，不对 ，G1 那反正就形成一个集合就对了啦。然后呢，我一样，我经过2号 hash 方选，我 hash 到另外一个抽屉，我再把那个抽屉里面的其他人也拿出来，也是形成一个集合。那我总共得到 L 个集合，我把这 L 个集合啊连集起来，好，得到这个集合 C， 就这样哦，就这么简单。然后呢，我再从这个集合 C 里面去找到跟 SQ 最近的 K 个邻居，这时候我就是在用 distance 来进行计算的啦。好，那这样子所找出来的 K 个 nearest K 个点呢，非常有可能就是 K nearest neighbor， 这样懂我意思吗？就这么简单好，当然这是一个简单的做法，你要复杂或者更精准的一定还有，但它的意思就是说，我就把同样 SQ 这笔资料，我去做 L 个不同的 hash，
然后每次 hash 过后，我就去把我经过1号 hash 的邻居取出来，2号 hash 的邻居取出来，3号、4号一直到 L 这么多个集合，把它连集起来，我就形成了一个候选族群。好，那这候选族群里面可能也有人是重复的，我再从这候选族群里面去算 distance 啊，去比 distance， 然后找到最近的 k 的邻居。好，就这么简单啊。那在实际应用当中呢，比如说，我们本来假设我们是要找从一个在13个 million 的这个网路的影像里面呢，我们要去找到最近的 k 个这样。那假设每一张图呢都用512维来表达，好，如果你用了 LSH 呢，你事实上经过多次的 hash， 然后找邻居出来，你那个集合 C 啊，可能只有几千张图，那你再从几千张图里面去挑最近的、最像的10张就好了。好，那你真正算 distance， 你只去算这几千张图的 distance， 而不是去算13个 million。这么多的 distance， 好，所以是不是就是可以大幅的减少我们需要算的 distance 的数量？好，所以这是 LSH 的一个很有效的一个应用。好 ，OK， 那基本上呢也会比 KD tree 呢来得更为有效率。好 ，OK， 好，然后再来。Non-parametric model， 我们刚刚前面呢，大部分是用分类来举例。其实非参数式模型也可以拿来进行 regression 啊。好，甚至呢，有一些 regression 是你从小到大你都这么做的。比如说，假设现在呢，我有一堆2维的点，就这些点，圆圈圈这些点。好，如果我想要表达这些点的分布的话，如果是参数式模型，会怎么做啊？我就先假设它们的分布呢符合一个抛物线，那我就想办法把这个抛物线或者是这个2次曲线的参数找出来。那我现在如果是非参数式模型，我就是不要弄数学啊，可以怎么办？一个最简单的做法就是你小时候就会了，应该说幼稚园就会了，有没有？幼稚园这个基本上都会有那种图本嘛，连看有没有？你先从1连到2，2连到3，3连到4，然后连完之后呢，就会形成一个图，你好像你画好一个图像，对不对？好，那像这个也是啊，最简单的 non-parametric regression 就是你就把对应的点连起来，这个就是一个最简单的 non-parametric regression 啊，你就画一条2点之间画一条直线啊。所以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做法。好，那另外一种做法是，我现在有这些空心的这些点嘛，我也许有一种做法是这样，我呢有一个 sliding window， 好，一次看3个点，由左读到右，一次看3个点，这个点，这个点，这个点，我把这3个点取平均，然后呢，平均来讲就是这样。好，到了下一个瞬间，我往右移一格，我看这个点、这个点跟这个点，这3个点的高度取平均在这里，所以我就是画出这样子咯，就变成阶梯型的 regression。然后接下来再看下一个点，这个点、这个点、这个点取平均在这里，所以就一路这样子画。好，所以呢，这一个阶梯型的虚线就是我的 regression 结果。好，很简单吧？简单的数学只是取个平均而已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下面这一页啊，这个内容我已经讲完了，就是这么简单。好，那你说我可不可以再更好一点？可以。假设呢，我考虑的是我有点整合了参数式模型跟非参数式模型。好，在参数式模型里面最简单的一个做法就是我找一条直线方程式嘛，对不对？直线方程式很好找啊，那而且它有 closed form solution 嘛，我也不用花太多力气。所以呢，我的想法是这样，我一样是有一个 sliding window， 我看3个点，我根据这3个点，我去 fit 一条直线方程式，一条直线，我就 fit 出这一条。
这一条。然后接下来再3个点，这个点、这个点、这个点，我再去 fitting 出一条直线，就是这一条直线。那我就把它接起来。然后呢，接下来在这3个点再有一条直线再接起来。所以呢，我整个 regression 的结果长这样。你有没有感觉这个虚线好像比上面的这个阶梯状好像又在表现得更好一点，对不对？越能够表达它整个资料的一个变动，整体的一个趋势，或者是说它的这个更具一般性，更能够符合它整体资料变动的趋势。这是第3种方法，叫做 K-nearest neighbor 的 linear regression。第4种也是一种 regression， 在刚刚呢，我们一次 sliding window 一次看3个点嘛，这3个点的重要性是平等的，所以我要么是3个平均，要么就是我在做这个 linear regression 的时候呢，我在算这个直线方程式的时候，我的这个 loss， 我3个点的 loss 是平均，是地位是一样的。第4个做法的想法很简单，那就是说我这3个点，我的 loss 是有差别对待的，最中间的那个点，我的 loss 的影响程度比较高，旁边那2个点的影响程度比较小。所以我比较 care 的是我现在 sliding window 的中间这个点，比如说我一开始看这3个点，我比较注重的是中间这个点误差要小。然后呢，接下来我再看这3个点，我比较注重的是中间这个点误差要小，再看这3个点，我注重的是这个点误差要小，以此类推，这样子。好，那这个就叫做 lo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好，那我要如何去注重中间这个点，这个权重要比较高呢？我可以 apply 一个 kernel function。事实上呢，这个叫做一个 quadratic kernel。这个 x 轴呢，代表的是离中间有多远的意思，所以中间这个点距离中间这个点的距离的 distance 等于0嘛。右边这个点可能是差1，或者差我们定义成5，或者怎么样都可以。总而言之，然后呢 y 轴代表的是权重，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我最注重的是以它为中心的中间这个点的权重。旁边的点的权重呢，我就是快速的下降，这样子。好，那我在进行 regression 的时候，我的 loss 的计算，大家还记得，如果我把这个盖住，这个 kappa distance SQSA， 我把第一个值盖住的话，我的这个 formulation 就变成是传统的一般的 L2 distance 嘛。好，就是 Yj 减掉这个是一个直线方程式的预估结果。如果我前面没有 weighting 的话，就代表说前面的 weighting 都乘以1啦。好，每一个我现在 sliding window 的左中右3个点的地位一样，可是我如果前面乘上这个 weighting， 那我就是特别注重中间那个点的 loss 影响最大，旁边2个点的 loss 急剧的下降。好，那利用这种方式呢，我去找到最好的 W， 也就是找到最好的直线方程式的参数。好，那在这样的结果呢，经过这种lo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之后呢，我的 regression 的结果长这个样子，你会发现我变得蛮平滑的。好，而且呢，你远远看更符合这整个资料变动的一个形式，这样子。好 ，OK， 所以这是一个 non-parametric regression 的一个概念。好 ，OK， 好，讲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这边是一个段落。我们看一下 Slido 上面会不会有问题啊？好，退选，那个有人在问退选，
目前在 NTU Core 上面呢，有3个连结，好像分别是云科大、政大跟什么学校。好，会特别是有那3个连结的原因，是因为这3间学校的退选时间，有一些怎么说呢？跟我们联盟的课程定义的时间不一样。好，所以呢，如果现在问这个问题的同学，你是属于 NTU Core 上面那个，我记得是政大、云科大、政大跟联盟学校啊，其他盟校啊，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哦，其他看起来好像是这个意思啊，好像是，就是大家去填那个测验啊，那但是然后我照理讲我就要上去核准说 ，OK， 你是不是停？你是不是要停？退选？好，这样子应该是这个意思吧？啊，其实我为什么回答的这么不确定呢？是因为这也是今年第一次这样子做啊，我在猜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啦。好，那可是我其实有点怀疑，假设你是某某学校，然后你在那边填，那就算我同意你退选，但是你们学校的行政单位、你们的教务处怎么知道你有退选？其实我不知道我其实不太知道这中间的连结是怎么样。你说不定你填了上面的那个退选，只是让你的账号在 NTU Core 上面会被移除而已。好，这个部分的话，也许请助教提醒我之后，我再仔细去看一下 NTU Core 上面的那个公告啊，因为那个实在是太多细节，每次都瞎个漏漏等写很长，我没有空去看那么长的说明啊。好，请助教提醒我，我也许可以之后再看得更清楚一点啊。好，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如果没有的话呢，因为现在这是一个段落哈，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再回来，好，10分钟再回来。你看一下 NTU Core 上面那个公告有没有仔细写是什么意思啊？对呀，写那么长，我每次都没有办法仔细看，我不会仔细去看它，你帮我看一下。没有，下个最后。
嗯，他们这个测验就是只填他的学号跟确选的原因这对，样。然后主要就是有一个时间是他们需要填的时间是这个范围，然后老师的时间是在这个范围这个时间前要审。然后核定后，对，然后这个是其他盟校，大部分都是符合这个时间。对，然后云科大跟政大为什么会额外出来，是因为他们必须在这个更之前就。是。那我的问题是说，我假设我同意之后呢，就是同意会怎么样？其实就是已经不关我们的事，就剩下都是学生自己的责任。就他们，说后续同学需自行依照他们所属学校完成校内的推选停修手续，所以他们还是要自己去 run 他们自己校内的停修手续嘛？那所以他填这个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从这边退课，只是从 NTU Core 上面退掉而已。懂？好，所以我刚刚的疑问是合理的啊。对。好，那我知道了。
好，我们要回来上课喽。好，先回应一下刚刚这个 Slido 上面同学问的问题。你如果在 NTU Core 的页面上面填写的那个停休的，那个叫停休吗？还是退选的申请之后，如果经过核可呢，会发生什么事情？应该就是发生了你的这个账号会在 NTU Core 上面移除，或者是说反正你就进不了那个页面，应该就是这样。那至于你本身在你本身的学校，你在你们教务处的官方的修课记录里面，你到底有没有退选呢？也没有哦，所以你还是得要依照你们各自校方你们该有的退选的程序下去进行退选。好，看起来根据上面的说明是这样。那你就纳闷了吗？那我既然要退选，那我就自己在我自己的学校，我去走我教务处规定的这个退选程序就好了。我干嘛在你 NTU Core 上面还在填那个东西呢？我想差别应该就在于说，如果你在 NTU Core 上面没有退选的话，你应该你那个账号就变成什么僵尸账号吧？好，那我们最后呢就会造成。我们最后可能就会发现说 ，OK， 你有一堆作业没有交，然后最后分数我们还是会打一个学期分数，因为我们不知道你退了嘛，我们不知道你再也没有出现在 NTU Core 上面了，所以我们还是会打分数，那分数还是会送到贵校去，可能是这样吧。好，可能是这样子。好，来，那接下来这一段呢，我们要来讲 Support Vector Machine。好，那 Support Vector Machine 呢是在2011，你可以说。几乎可以是在2012甚至2013年以前 ，machine learning 最重要的这个模型。好，在当年啊，几乎没有人不用 SVM 来进行 machine learning 的。当时你只要用到 machine learning， 你第一个用的模型就是 SVM。好，那所以说呢，这个当时 SVM 呢，它在资料比较少的时候也都可以运作。好，然后那它几个特性，第一个，它做的是一个所谓的 maximum margin separator， 最大化你的边界的一个 separator。好，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另外，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叫做 kernel trick， 而且呢 ，SVM 呢是一个非参数式的模型。来，我们看到这个问题，假设呢，我们现在有一堆黑点跟白点。然后呢，我们要找到一条边界来答案是无限多条。我们有无限多种直线，无限多条直线可以完美的区分黑点跟白点，对不对？这一条也可以，这一条也可以，这一条也可以，而且都是完美区分哦。好，那在 SVM 这边呢，他提出来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不只要区分，我还要尽可能的让最接近这个边界线的白点跟最接近这个边界线的黑点离得越远越好，所以它才叫做 maximum margin。margin 就是边界线嘛 ，maximum margin separator， 相当于是我如果找的是这一条边界线，距离这条边界线最近的白点跟距离这条边界线最近的黑点，相当于定义了黑点跟白点中间的这条水沟的宽度。我希望这个宽度能够越宽越好，我希望如此。那为什么希望越宽越好？因为呢，你可以说它的一般性会越高。好像如果说呢，你左边这个例子，你如果取的是最下面的这条直线，没有错，它能够完美的区分黑点跟白点。可是难保你在进行 testing 的时候，你的黑点的资料稍微有一点被 noise 干扰，就跑到这一条线的
右边一点点了，那它可能就误判成是白点啊。反之，这边也是嘛，你如果取这个，说不定这个白点有一些 measurement 的 noise， 那它就跑到这边来了，就变成黑点了。好，所以呢，我希望让最接近边界的这个黑点跟白点彼此之间的距离呢，要越远越好。实际上，这些用大圈圈圈起来的这些黑点跟白点呢，它的功用如同是卫兵，就是站在这个水沟的最边边的这个地方。这些卫兵我们称呼它叫做 support vectors，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方法叫做 support vector machine。好，翻译成中文很奇怪啦，叫什么支持向量机，看起来超级奇怪的一个名字啊。好，那所以说呢，整个 SVM 的最主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他说我虽然有一大堆的这些资料，但是有一些资料明显比其他资料来得更为重要，就是刚刚的那些卫兵被圈起来的那些黑点跟白点啊。那我们应该要更注意这些卫兵的位置，能够让我们整个分类也好 regression 也好，我们的一般性会更高。好，那所以说呢， SVM 它解决了什么问题？ Instead of minimize the expected empirical loss， 它主要是去 minimize expected 的边界更具一般性。好，在进行测试的时候，即使有一点黑点跟白点有一点受到 noise 的干扰，跑偏了一点点，我就算比那个卫兵啊，比如说白色的卫兵又更偏向黑色那一边一点点也没关系，我就落在那个水沟里面嘛。你只要不要落得太远，你基本上还是会把它判别成是白点这样啊。所以是主要重点在于 maximum margin 啊。Margin 呢，就是 the width of the area bounded by dashed lines in the figure， 就是那个水沟的宽度啊。那这个水沟的宽度基本上就是 twice the distance from the separator to the nearest example point。你仔细看这个水沟的宽度啊，就是2倍于什么呢？2倍于 support vector 到这条边界线的位置。所以这个黑点到这个边界线的位置是水沟的一半宽度，这个白点到这个这个中界线的位置也是这个宽度，水沟宽度的一半，这样。好 ，OK， 好，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那我们要如何找到这条所谓的最好的海峡中线，最好的边界线啊？好，那显然的，这条边界线是一条直线方程式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找的，其实我们要找到最好的一个直线方程式的参数 w(x) 加上 b 等于0，所以这是一条直线方程式，对不对？这条直线方程式的参数有 w 所形成的项，就是它的 coefficient 嘛 ，linear regression 的直线方程式的系数跟 bias 啊，这其实也是一种系数啦，啊，所以我们要找到最好的 w 跟 b。OK， 好，那我们如何找到最好的 w 跟 b 呢？我们可以用以前我们已经学过的这种，反正呢，在 w 跟 b 所形成的这个向量空间里面呢，我们可以用梯度下降法，然后呢来去计算说，往哪个方向移动，你如何去变动你的 w 跟 b， 这是一种做法。你高兴的话呢，你也可以用我们第一个作业的 hill climbing， 对不对？你就随机先决定的 W1、W2、W3、W4 啊，没有那么多的 W 啦。好，直线方程式的话只有 W1 跟 W0。好，你就随机一开始先随机的决定 W0 跟 W1， 然后呢就一直在去变动 W0 跟 W1 啊。你可以盲目的 search， 你也可以用梯度下降法去 search， 都可以。好。但是在 SVM 里面呢，它不这么做。它经过一连串的一个数学的推演啊，它最后直接告诉大家答案。我本来的目标是要找到最好的 W 跟 B 这个参数，我试图要解这个问题呢，把它转换成另外一个
对应的形式 dual representation。好，我们把它转换成去解另外一个问题。好，这中间有超多的这些推导，我们都不讲，我们直接讲。经过推导之后，我们本来是要解最好的 W 跟 B， 现在我们把问题呢转换成我们要来解最好的阿尔法，这样。然后这个形式呢，就是说我要让这个式子越大越好。summation over j summation alpha j 减掉1/2 summation alpha j 乘 alpha k 乘 yi 乘 yk， 然后再乘上 xj 跟 sk 的内积，这样子。好，我变成我要去 maximize 这个东西，然后呢，我这些 alpha 呢都要大于等于0，而且呢，我这些 alpha 乘上 alpha j 乘上 yj 加起来要等于0，这样。好，这个就是这个所谓的 dual problem。就是我把原本我要处理的问题是问题 A， 我经过某一些运算改写，我去处理问题 B。那数学上可以证明说，我解决的问题 B 就像等于我解决的问题 A 这样。好，这个是 SVM 的重要的核心之一啊，只不过我们都略过了它的这些数学的推导。总而言之呢，我们现在是要变成要解阿尔法这样。好。那解这个阿尔法呢，事实上呢，它是一个 quadratic programming 的问题。好，其实这是一个二次式。你仔细看一下，这是简单的乘法嘛 ，alpha j 乘 alpha k， 这是简单的乘法。然后 yj yk 是什么？就是我们会有一堆训练资料嘛，我们训练资料都是 x y 的配对，就是 input 是 x 一个向量，然后呢 y output 是 y， 好，所以input 是 xj， 这是一个向量，它对应的 output 应该是 yj。好，那这里的 yj 呢？一般来讲，我们习惯假设我们是分类的问题的话，某一类，比如说黑点这一类，我就用-1来表示，它对应的 y 就用-1表示。如果它是属于白点，那我们全部都用正1来表示。所以这里的 yj 跟 yk 其实是正1跟-1，正1或者是-1。那这里的 xj 跟 sk 就是你原本资料的这个向量，这样。好，那这个问题呢，其实你看它就是内积嘛，一堆加法跟乘法嘛，所以基本上这是一个 quadratic optimization 的 problem， 所以是有 closed form solution 的啊。那所以要解它，数学上并不难。你解了之后呢，你就会找到对应的阿尔法嘛。等你找到阿尔法呢，阿尔法跟 W 之间的关系就是 W 等于 summation 阿尔法 j 乘上 xj。这个就是你的 W， 所以你解完了阿尔法就等于你解完了 W 的意思，这样。好，那这个式子里面呢有3个重要的特性。首先第一个特性是说，这个描述这个数学 expression 呢是 convex， 所以它有一个 single global maximization， 它只有一个唯一的一个最佳解，然后数学上是有 closed form solution， 可以很容易解的。这是第一个特性。第二个特性，资料呢丢到这个 expression 里面去的时候呢，我只需要做什么运算？对于向量来讲，我只需要做内积。你看我在做，这是什么？这是 xj 跟 sk 这2个向量在做内积呀。所以除了内积就是简单的乘法跟加法，没了，就这样。那基本上内积也是乘法跟加法，所以这整个都是一般的乘法跟加法。好，那所以第二个特性呢 ，is also true the equation for the separator itself once the optimal alpha。好，那你一旦解出最好的 alpha 呢，现在有一个新的一笔资料进来了。好，刚刚的这里的 xj 跟 sk 都是我的训练资料，现在有一笔新的测试资料叫做 x 进来好了。x 这一个点。这个资料到底应该要分成正1这一类还是-1这一类呢？我要怎么做呢？
好，看看这样有没有声音？哦，刚刚还好有充电。看这样有没有声音？有了哈。好，来，我们回到这边，你仔细看一下，我如何去判别 x 这个点是正一这一类还是负一这一类呢？我就是把 x 去跟我训练资料一个一个去做内积，一个一个去算相似性。这一点很像是像 K-nearest neighbor 蛮像的。好，只是它不是，只是它的做法是说，我跟 XJ 去算相似性，然后呢，我再去乘上 XJ 对应的 label YJ 啊，比如说我如果跟它很像，而 然后 XJ 是属于正一这一类，那我这里就会乘上正一，然后呢，我会再乘上对应的 alpha J，alpha J 是相当于是一种 weighting 的感觉。所以呢，我跟某一个训练这笔资料很像，那我就多听他的意见嘛，然后最后我再整合起来嘛。所以呢，我的狐群狗党们，我的朋友们，我跟这些 training data 们，我如果倾向于都跟正一这一类比较接近、比较相似，那我就越倾向我要分类成正一这一类吧，是不是很有道理？这个就是这个数学式子告诉我们的意思，对不对？好，那它就是一般的内积。好，这第二个特性。第三个特性，这里的这个 alpha j 啊，你看到我 sum 那么多个 alpha j 乘上 yj 乘上 s 跟 xj 的内积，事实上这里的 alpha j 呢，大部分 j 可以等于1到大 n， 就是所有的 training data。但是其实大部分的 alpha j 都等于0，只有什么人呢？只有 support vector 的有值，所以这又再次验证了嘛？你看，我要判别一个点，比如说红色这个点，假设现在在这里，它是属于黑点这一类还是白点这一类？根据刚刚的逻辑，它的判断方法是怎么样？我就把红点这个呢，去跟每一个白点算内积乘上对应正一，跟每一个黑点内积乘上对应的负一，然后再全部加起来，看它是正的还是负的，对不对？好，但是没那么笨，我不用跟全部的比，我只需要跟谁比？我只需要跟卫兵来比就好了，因为只有卫兵对应的阿尔法，比如说阿尔法1，这是阿尔法2，这是阿尔法3有值，其他的阿尔法4、5、6、7一直到100，全部都没有值。这样听懂吗？所以实际上，这里真正有作用的是那些当卫兵的那些 SJ 才有作用。OK， 好，那所以说呢，这个其实是 SVM 很独特的、很好的特性。好，那因为呢 ，there are usually many fewer support vectors than examples. SVM gains some of the advantage of parametric models. 所以其实它 SVM 有一点混合的参数式模型跟非参数式模型的那个优势哦。为什么？因为一旦我决定了 support vector 之后，其他这些没用的杂鱼啊，这些离我的 decision boundary 很远的这些白点跟这些黑点，其实都没有用，我根本就可以不用理他们。对于我的判别有帮助的，就只有这些 support vector 而已，对不对？好，那所以呢，这就是 SVM 的最主要的其中的一部分的重点。你会发现，我们在找最好的那个 decision boundary， 以及我们在判别我的 testing data 是属于哪一类的时候，你会发现都是很简单的计算，内积、乘法、加法，这样。好，再来。可现在呢，实际的工程问题里面，很多时候我的资料点没那么好康啊，对不对？黑点跟白点我用一条直线就可以分开，哪那么好？很多时候是长这样。比如说，我今天有一堆黑点，我这边外围有一堆白点，我就发现在这个二维平面上，我永远找不出一条直线方程式来区分黑点跟白点。
找不出来，对不对？好，反而呢，你会觉得说，哎，好像画一个圈好像还比较好。好，那但是我们刚刚前面的这些推导啊，像这个 formulation， 这都是针对linear regression 啊，都linear equation 线性方程式来进行的推导，所以 SVM 基本上就是用线性方程式来完成工作。可是我在二维平面上，我就是找不到一条线性方程式可以完美区分黑点白点啊。好，这时候 introduce 另外一个 SVM 的重要的特性就是什么？如果我们把这些点 mapping 到更高的维度的话，这些黑点可能 mapping 成，比如说它们原本都是二维的点嘛，二维的资料 mapping 成三维之后，这些黑点可能在做这边，外围的这些白点呢，可能跑到这边。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有机会在一个三维的空间里面找到一个平面来区分黑点跟白点。平面方程式也是一个线性方程式嘛 ，ax 加 by 加 c， 对不对？啊 ，ax 加 by 加 c 加 d 等于0，啊，这个就是一个平面方程式嘛。好，那所以呢，这边举一个例子啊，假设呢，原本我的资料点都是一个二维的资料点，那假设我们今天做一个转换，好，我们的 input x 呢？它二维的点叫 S1、S2， 好，假设我们把这个 input x 丢给一个function大 F， 好，这个function大 F 呢，帮我们做什么事情？帮我们把它会我输入的是二维的向量，它会输出一个三维的向量，其中呢，第一个维度就是 S1 平方，第二个维度叫 S2 平方，第三个维度叫做根号2 S1、S2。所以我就可以把一个原本 input 是 S1、S2 的一个二维向量变成什么？变成 S1 平方、S2 平方、根号2 S1、S2。我的 output 是一个三维的向量。OK， 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有机会把这些黑点跟白点 mapping 到三维的空间。我可能就可以用一个线性方程式来区分黑点跟白点啊。这个就是 SVM 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想法。事实上，在数学上，我们可以证明只要你mapping到够高的维度，我们永远有办法找到一条线性方程式来区分两个类别，永远可以，数学上可以证明。比如说，如果我们有大 N 这么多个资料点，我们永远可以在大 N 减1这么高的维度里面找到一条线性方程式来区分不同的类别。好，假设我们有10000个点，10000个点里面有黑有白，我们如果有办法把这10000个点，每一个点假设原本都只是二维的向量，我们如果有办法把这个二维的向量 mapping 到9999维的话，在这个9999维的特征向量空间当中，我们一定可以找到一条线性方程式来区分黑点跟白点，这个是数学上可以证明的。OK， 好，所以这个就是它主要的一个概念。好啦，那现在呢，我们就了解了。假设我们有办法把它 mapping 到更高的维度，等我们 mapping 到更高维度之后呢，我们要去在那个高维度的空间来找线性方程式的参数，以及做这个分类，基本上呢就又回归到刚刚的这个式子嘛，只不过现在呢本来是 xjsk 的，现在变成什么 f of sk 跟 f of xj 跟 f of sk， 因为我要先把它从二维 mapping 到9999维嘛，我做一个 mapping 到那么高的维度，我就一样是套这个 formulation 来找最好的线性方程式参数，靠这个 formulation 来去做分类，对不对？那这两个 formulation 一样牵涉到的是什么？内积啊、乘法、加法这些。好，那这时候呢，所以概念上是这样，我只要把它 mapping 到高维度，我就可以去
套刚刚前面所有的 formulation。接下来下一个重点，我们来算一下啊。假设刚刚的这个，我要把它 mapping 到从2维 mapping 到3维嘛，所以假设我有一个 XA， 我从2维 mapping 到3维，你另外有一个 SK， 我从2维 mapping 到3维，对不对？那我要的是它在3维空间当中的内积嘛，对不对？好，那这个内积呢？假设我们现在算一个奇怪的东西，叫做我先在第一的维度 SJ 跟 SK 先内积起来之后取平方。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原本的 SA 长这样，原本的 SK 长这样。如果我们 mapping 到3维空间 f of XJ 是不是长这样？这是一个3维的向量，有没有 x1j 平方 s2j 平方到根号2 s1j s2j， 现在变成3维的向量，这个也变成3维的向量。你去算一下这两个3维向量的内积会变成什么 ？s1 平方 s1j 平方 s1k 平方加上 s2j 平方 s2k 平方加上2 s1j s1k s2j s2k， 是不是？这个就是这两个3维向量的内积。好，那你如果去算一下 xj 跟 sk 的内积，这个跟这个相乘，加上这个跟这个相乘，然后呢取平方，你会发现，我这边我用2维的向量内积之后取平方，居然会等于它在3维的空间当中取内积耶。这个特性就 introduce 了 SVM 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叫做 kernel trick。这个 function 我们称呼它叫做 kernel function。这个 kernel function 呢，常常写成 k of xjsk。你看这个 kernel function， 我丢进去的其实是低维度的向量，经过这个 kernel function 吐出来的东西是什么？高维度的内积。这样有没有体会到它有什么厉害吗？我们刚刚说过，在 SVM 里面，你一般来讲在低维度空间当中，我们没有办法把黑点跟白点分开，所以怎么办？你就把这些黑点白点 mapping 到高的维度，你再去找线性方程式。所以呢，逻辑上我们就应该要先把低维度 mapping 到高维度啊，然后呢，在高维度我们就要去算这些内积，我们才有办法找到线性方程式嘛。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我们可能可以走捷径，我们不真的把低维度的向量 mapping 到高维度，我们直接在低维度的空间当中做一些手脚，得到的结果居然就等于它在高维度的内积。就是像这个，我在低的维度，我先把这两个内积起来，再取平方，这个的结果居然就等于我 mapping 到3维之后取内积。就是我不真的去 mapping 成高维度，但是我却取得了高维的内积，而高维的内积就是我在找线性方程式里面我需要做的核心的动作。OK， 这个叫做 kernel function。kernel function 只需要输入低维度的向量，我就可以得到高维度的内积。好，那类似这样的 kernel function 还有很多不同的设计，比如说另外一种 kernel function 长这样，加上 xjsk 的内积的低次方啊，什么等等的，看你要 mapping 成多少个维度，它可能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做法。所以呢 ，SVM 里面有个重要的观念叫做 kernel trick， 就是我不真的 mapping 成高维度，我却得到了高维度的内积结果。好，那所以你在高维度的空间当中，你就可以去找到最好的那一组阿尔法，然后呢，当然你就可以去找到最好的 W， 那你就可以求解了。好，所以呢，当你找到在高维度的空间当中找到最好的阿尔法，找到最好的 W 之后，
你把它对应回低维度，事实上就相当于你可以想象说，在高维度空间当中的一个平面，相当于在二维当中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复杂的曲线。像这个in this case 它是一个圆圈好，但有可能是更崎岖不平的一个曲线。好，高维空间当中的一个线性结构，相当于是一个低维空间当中的一个很复杂的非线性结构。这样，那这个就是 SVM 的最重要的核心 kernel trick。OK， 好了，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几乎已经快要完成这个 chapter 了。好，最后一小段我们要讲的是 ensemble learning。ensemble 这个字你就把它想象成就是一堆的意思啦，一堆、一群、一堆The idea of ensemble learning is to select a collection or an ensemble， 就是一堆的 hypothesis 的意思。然后呢，你就建构出一堆的 hypothesis， 然后呢，去融合他们的预估的结果。比如说你在 cross validation 的时候呢，你可能可以假设你是用 decision tree 来做分类，你也许可以建构出20颗不同的 decision tree。然后呢，你在进行 testing 的时候呢，你就把这个 test 的资料丢给这20棵树，然后每一棵树有自己的分类的结果，你再去做这个投票，这个就是一种 ensemble 的结果。所以像这里他举例就是说，假设我们得到5个 hypothesis 然后我们再去整合这5个 hypothesis 的结果，我们根据这个投票的方式那对于 ensemble learning 呢，在实用上其实蛮有用的。那原因就在于说，假设你建了5颗 decision tree 你现在有一笔资料，你要判断错，你必须得要5棵树里面有3棵树都错，你才会判断错。所以整体而言 ensemble learning 这种技巧呢，在很多的假设你去参加一些什么 AI 的竞赛什么的常常最后胜出的都是 ensemble learning 而不是单一的一个最好的模型，它只是融合了好多模型一起弄，然后得到最好的一个结果。那 ensemble learning 你可以大概怎么去想它呢？有一种想法是说，它是一个 enlarge hypothesis space 的一个做法，就好像说，假设在这个二维的平面上有一堆是加号的这个类别，有一堆是减号的类别。那我可能先建构某一个 hypothesis 假设我是用这个线性方程式的话，那我第一个线性方程式呢，帮我从这一条线左边的都是加号，右边的都减号。另外呢，我又找到一个线性方程式呢，在它的右下方的都是加号，左上方都减号。在第三个 hypothesis 呢，它的上方都是加号，下方都是减号。最后呢，你去融合这3个之间的交集，你就可以框选出你把加号的这一类的资料呢，限定在某一个这个 space 里面的范围内，这样。所以它概念上有点像是说，它让它去建构一个新的 hypothesis space， 借由好多个 hypothesis 去交集出一个我用单一的一个 hypothesis 无法描述的一个空间的那种感觉。这是 ensemble learning。那底下呢，我们介绍几种 ensemble learning 的分支。第一种叫 bagging 就是装成一袋的意思，就一堆的意思啦，把它放一堆。比如说呢，可以怎么做？大致的概念就是说，我可以有 k 个不同的 training set， 那每次都是 或者说你从一个很大的一个资料集里面呢，你就是 random 出 k 个不同的集合这样。然后呢，针对这 k 个不同的集合呢，每一个集合我就是跑某一个 learning 的演算法，看你高兴用哪一个，你用 SVM 也可以，你用linear regression 也可以。反正呢，
针对这 K 个集合，我就跑出 K 个模型，参数式模型也好，非参数式模型也好，然后呢，如果你要做分类的话呢，现在有一笔新的资料进来要做分类了，你就把这一笔资料丢给这 K 个模型，然后呢，你就假设你要分类，那你就看这 K 个模型里面你去投票嘛，看它分成最多的类别，最多被分成哪一个类别，你就把这个资料分成是那个类别。那你如果是要做 regression 的话呢，你就把这 K 个模型的 regression 的结果平均起来，就这么简单，这就叫 bagging。好，那 bagging 呢，倾向于会减低你这个判断的这个 variance 你的变异程度啦，而且是一个很常用的一个方法当我们的training 资料比较受限的时候，或者是说我的某一种 base model 它容易 overfitting 的时候。那一个 model 容易 overfitting， 那我就弄好多个 model， 然后大家集众人之力一起来决定嘛。好，这个叫 bagging。另外一种呢叫 random forest， 随机森林。那随机森林当然最主要的就是对比于一个 decision tree 啦。所以随机森林指的是一堆 decision tree， 你把一堆 decision tree bagging 起来，就叫 random forest。那还有很多种小变形比如说我有 K 个不同的 training set， 对吧？每一个 training set 我都建一棵树嘛，那会不会建出来的树，基本上你知道 training set 不太一样，它建出来的树可能就有点不一样。好，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有更多的变化，比如说我每次在建这个树的时候我可以 randomly vary the attribute choice。我不见得每次我在建树的时候，我一定都是从1号 attribute 开始判断起嘛。我们之前在讲 learning decision tree 的时候，我们的做法都是我们从 information gain 最大的那个 attribute 开始做起。好，那我们现在这里可以多一点变化啦，比如说我现在的资料可能有10个 attribute， 我每次就随机挑3个 attribute 出来，从这3个 attribute 里面挑information gain 最大的那个 attribute 来当成 root， 再往下去进行分割，所以这就导致于说，我建出来这 K 棵不同的树都长得蛮不一样的。好，这是一种。那你可以加入更多的随机的变数随机的情况比如说，我在每一个 node， 我这个每一个 node 要进行分支的时候，那如果它是一个数值，比如说它对应的 random variable 对应的数值是0到100，那有时候我把0到100分割成2个 subtree， 有时候把0到100分割成3个 subtree， 相当于是我这棵树，我走到某一个节点，有时候我是岔出2个分支，有时候岔出3个分支，有时候岔出4个分支，这些都是可以控制的。那所以说呢，刚刚前面讲的这些各种不同的参数，比如说你要随机建几棵树啦，那你每一棵树你要看多少个 example 啦，然后你要看多少个 attribute， 然后你每个 attribute 的 value 你要分成几个分支，全部都是可以变动的。好，那这整个融合起来 bagging 的结果，这样子叫做 random forest。好，那 random forest 呢，不容易 overfitting。集合众人之力就不容易 overfitting。好，那有一个学者啦，他事实上还有办法从数学上来证明说，只要你用够多的数来建构出这个随机森林，你的误差呢会 converge 到会被一个值 bound 住，它的 error 会 converge。好，那这个叫做 random forest。下一个种类呢叫做 stacking。好，这个 stacking 这个蛮妙的stacking 呢指的是我去聚集好多种不同方法的结果，我们把方法的判断结果呢也放到我的 attribute 里面去。所以举个例子我们之前讲这个餐厅的例子，好，比如说第一笔资料是这样yes no no yes some 什么什么等等的，有没有？还记得吗？它是一个10维的一个向量。好，然后呢，我最后第一笔资料在这些特性之下呢，
最后决定要等这个后位啊，等待位。好，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比如说我们就先用一些训练资料，我们去训练出3种不同的模型。比如说我 SVM 我也来解这个我用 SVM 来解这个餐厅后等位置的这个问题，我也用 Logistic Regression 来解，我也用 Decision Tree 来解，所以我有3种不同的解法，可以吧？好，到了第2轮，我们现在呢第2笔资料进来了，那因为我现在已经有3种不同的方法 ，SVM、Logistic Regression 跟 Decision Tree 嘛，我就把第2笔资料丢给这3个模型。那这个3个模型呢，第一个如果借由 SVM 来判断的话呢，他说要等 ，Logistic Regression 说不等 ，Decision Tree 说呢不等，这样子。好，我把这3个模型的结果呢 ，append 在它10个参数的后面。好，然后呢，但实际上这笔训练资料它是说不等的，所以相当于是我去增强我的 training data 的那些 attribute。我这有3个 attribute 其实是初阶的 machine learning model 给我的意见。然后呢，我基于这样子本来是10维，现在变成13维的资料呢，我再去建一个，比如说 logistic regression 的 model。好，相当于是在底层的基础模型之上，又再盖一个 meta 的模型。我采纳其他人的意见之下，我去训练出一个新的模型。这种方法叫做 stacking， 叠床架屋的意思啦。叠床架屋的意思就是 stacking 这样。那它也是一种 ensemble learning 的方法。那 it can be thought of as a layer of base models with an ensemble model stacked above it, operating on the output of the base model。所以它有点像是说，老大要做决策之前，先叫3个小喽啰先出去。3个小喽啰，你们先说你们的意见，合个言而至然后讲完之后呢，我最后同时考虑的资料的特性以及你们3个的意见，我再做出最后的判断，这叫 stacking。这样，那 stacking 呢 reduce bias and usually leads to performance that is better than any of the individual base model。好，就是老大最后做的决定，通常比单一的小弟做得好。简单讲是这样。再来，还有一种叫 boosting。事实上呢 ，boosting 呢是最常见的一种 ensemble 的方法。好 ，boosting 的 idea 是说呢，它不是针对模型，它其实是有点针对资料。不同的资料有不同的重要程度，所以它的概念是 weighted training set。那每一个 training sample 呢，有一个对应的 weight WJ。这个 weight 越大呢，它的对于我去找最佳的模型的参数，或者帮助我做决定呢，它扮演的角色就越大，这样子。那一开始呢，我们可以说，我这100笔训练资料，每一笔的重要程度都一样，每一个人的 weight 都等于1。然后呢，我就先根据这100笔的训练资料，我就先去建一个模型嘛。建出来之后呢，我再把这100笔资料再丢入这个模型去进行判别。那总是有的对，有的错嘛。那如果错的，就代表说，我在这边做的不够好。所以那些我判断错的那些 example 呢，我就把它的 weight 提升一点，因为它可能比较难。所以我在下一轮要建第2轮的模型的时候，我有点特别注重刚刚我那一轮错的那些 example。所以呢，我就重新 update 我的这些权重，然后呢，得到了一个新的 weighted training set。然后呢，我再根据这经过权重过后的资料，再去训练第2轮的模型，以此类推，第3轮、第4轮。那我可能 train 了5轮，我是不是得到5个不同根据不同权重的5种不同模型的结果？接下来有一笔新的资料进来了，我再丢给这5个模型，然后再把它5个模型的这个意见整合起来，
得到最后的结果啊，这样叫做 boosting。这是一个示意图，这里的长方形的长度呢，代表的是它的重要性。这样，那假设第一轮我有4笔资料，第一轮这4个的重要性都一样高，所以长度一样。好，那我去训练出第一轮的模型。那第一轮模型，我再把这4笔资料丢给第一轮的模型，发现第1笔跟第4笔判断对，第2笔跟第3笔判断错。所以呢，我就把第2笔跟第3笔资料的重要性提高，第1笔跟第4笔重要性降低。这是第2轮的资料，我再去训练第2个模型。好，以此类推。这次呢，我第4笔资料错了，所以我就把第4笔的权重提高。好，然后呢，其他的降低。结果发现呢，第3轮呢，这个俩孤招比这个反而第1笔跟第3笔错，本来刚刚第1笔跟第3笔都对的，现在又再重新weighting一次，得到第4轮的结果。这样，好，那因为每一轮的 H1、H2、H3、H4 总是有表现好的，表现不好的嘛。好，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里呢，它画成是 decision tree 啊。假设每一个 hypothesis 就是一个 decision tree， 有的 tree 画起来比较大，有的 tree 画起来比较小啊。原因就是说，表现越好的 tree， 我就是画的比较大颗，表现差的就画的比较小颗，这是一个示意图啦。所以到时候呢，有一笔新的资料进来，我会同时丢给 H1、H2、H3、H4， 然后他们的判断的结果会根据这个越大颗的数讲话越大声嘛，好，那他投的票数可能就比较多票。那越小颗的数，那我就投的票就越少，这样子。好，这个就是一个 boosting。那这 boosting 这边呢，其中一个最有名的方法叫做 ADA boost， 就是所谓的 adaptive 的 boosting 的意思。其实刚刚前面讲的就是 adaptive boosting 就动态的来改变 weight 的权重。那其中这个 ADA boost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性，其实都可以经过证明，就是说我的每一个 hypothesis 都可以只是一个 weak 的 learning algorithm， 一个简单弱的一个判断的演算法就好了。好，但这也不能就是弱到多弱呢？它只比乱猜，只要你经过很多轮的，你有很多很弱的小兵，你比如说你的小兵的数量有达到一定的程度 K 个小兵，你的小兵够多，就算你每一个小兵弱的，最后你整合起来，依旧是可以达到一个不错的一个分类结果。好，那底下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比如说假设呢，一样我们回到这个餐厅的例子。那餐厅的例子，我们之前不是讲说我们要建一颗 decision tree 吗？好，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的 decision tree 很弱，我们这个 decision tree 呢只有 root， 只有一个树头，然后呢只判断一个 attribute， 然后分成2个分支就结束了，这样子，这么简单这种叫做 decision stump， 就是一个树头，只有一个树头这样。好，所以呢，我每一个 hypothesis 就只有一个 root， 然后2个分支，这么弱的 decision tree 这样。好，那底下这张图是要表达说，随着我的 training data 增加，我的 decision tree 如果 decision stump 如果够多，事实上 boosted 的 decision stump 我的效能是可以远远超过单一的，远远超过单一的这样。好，那右边这个呢是 training accuracy 跟 testing accuracy， 可以看到说呢，这个基本上还有机会可以提升的很不错。好，这主要就是boosting 的一个概念。好，好，然后再来 online learning。好，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都假设说，我们的这个 training data 跟 testing data 之间的关系是 IID， 有没有？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之前有介绍过 independent and identically distributed。在进行 machine learning 的时候，我们喜欢把资料的特性就是假设它是 IID。所谓的 IID 是指说，我在这一刻我看到这笔资料长这个样子，跟我前一刻看到资料长什么样子无关，这叫 independent。好，那 identically distributed 呢，是说我在这一刻我看到这个资料长这个样子的几率，跟我在10年前看到这笔资料会长这样子的几率是一样的。就好像说，我们用这个投硬币为例嘛，对不对？我第10次投硬币丢出正面的几率，跟我第9次丢出正反面的几率其实无关 ，independent。然后呢，我第10次丢出正面的几率是1/2，我第1次丢出正面的几率也是1/2啊。所以不管你是第1次丢，还是第10次丢，还是第100万次丢，丢出正面的几率都是1/2。这个叫做 identically distributed。好，到目前为止，我们就假设我们的资料特性是 IID， 但实际的工程问题、实际的生活，我们的资料很有可能不是 IID， 很有可能不是 IID。好，这个 IID 的假设可能太强了啊。It's rare that our inputs have captured all the information, but would make the future truly independent of the past。常常未来的资料的形式跟现在其实是有点关系的，好，所以它不是真的 IID。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就要引入所谓的 online learning。online learning 意思是一个 agent 他现在看到一笔资料 XA 进来了，然后呢，我就会根据 XA 我去预估出它对应的 label YJ， 我可能对它做一个分类。好，然后我分类完之后，有可能对，有可能错嘛。我要告诉他说，你刚刚看到这笔 XJ 是对的还是错的哦？如果是错的，那他在下一轮看到 XJ 加1的时候，如果是错，就是说如果在 XJ 它是错的，它有没有一个机制能够调整一下它现有的参数，让他在看到下一次的 XJ 加1的时候，答对的几率高一点？好，这叫 online learning。好。那底下举一个例子啦，假设呢，我们现在呢，每天呢都有 K 个这个权威者，K 个投顾老师啦，这 K 个投顾老师呢，每一个人呢都在预估今天的这个股票市场呢，这个叫什么？加权指数是上涨或下跌，这样。那我们现在的目标呢，就是要看这 K 个投顾老师的预测，基于他们的预测。来做出我们自己的判断，这样，所以其实这是一个 example learning 嘛，没有错。好，那怎么样会比较好呢？那我们最好这 K 个投顾老师我们就是一直去盯着他过去的绩效，对不对？如果这个表现的好的投顾老师，我们就多听一点嘛；表现的不好就是少听一点嘛，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们要跟着，而且每天他都有可能说对或说错。所以我们根据每天最新的情况来去 update 每一个投顾老师的 weight。 好，那所以说呢，我们是 choose to believe them in proportion to their past performance。 好，这里我们是根据每一个老师会有一个 weighting， 然后呢，我们是根据他们 weighting 的比例，我们随机抽出一个投顾老师的意见来作为我们的意见。所以说，如果那个投顾老师过去讲的都很准，那我们就抽中他的意见为我们的意见的几率就很高，它是这样的意思。好 ，This is called the randomized weighted majority algorithm。好，那底下这个简单的示意图这很简单。一开始的 K 个投顾老师，我对他们的信任都是1， weighting 都等于1。接着呢，现在呢有一笔资料进来了，某一天进来的，那他们这 K 个人呢都去做预估。好，那预估的话呢，那我们是挑谁的意见来当我们的意见呢？我们就去 choose an expert K star in proportion to its weight。我们根据这
K 个投顾老师的 weight 的比例的丢一个骰子就对了啦。好，看谁丢出，看是丢出是谁是正面朝上，我们就听谁的意见。而这个骰子正面朝上的几率是 based on 他们的 weight， 所以在第一天大家都一样的这个weight 的时候呢，我其实抽中任何一个投顾老师的几率是平等的。好，那但是呢，我就会去看一下，那这 K 个人，他们谁对谁错嘛？对于错的人呢，我就把他的 weight 调整成贝塔乘上 WK， 其中贝塔在0到1之间。所以呢，有答错第一天答错的那些投顾老师，他有一些人的 weight 就会被我调降。所以整体而言呢，答对的 weight 就相对高，答错的就相对低。到了第二天，我会抽到第一天答对的投顾老师意见的几率就提高了，这样子。好，这是一种随着不同的时间我去进行这些 hypothesis 的 weighting 会进行变动。好，那 online learning 呢 is helpful when the data may change rapidly over time。随着时间，你的资料特性会变动，是蛮有用的。那很多的学习的演算法呢，它除了 offline 的版本之外，其实也都有一个 online 的一个版本你都可以经过一些调整变动，你就可以让它变成是 online 的版本。这样，好，以上大概是我们其实后面还有几页聊聊天的投影片啦。好，那但是我们几乎已经把这一章讲完了。好，来，那我们来看一下 Slido 上面有没有什么问题？现在做研究还有人在用 SVM 吗？它是不是已经过时了 ？OK， 很好的问题。现在做研究几乎没有人在用 SVM 了。如果以做研究写论文来讲，但如果是以业界、产业界，还是有人在用，因为不同产业的关系，它的资料可能没有那么的多，然后呢，它求快，事实上呢 ，SVM 它有一个好处是它运算起来很快，它不需要 GPU，OK， 它不需要 GPU， 所以说呢，在不同的工业界的领域，还有蛮多人在使用的因为它有实际上它的优势。OK， 好，所以这位同学的问题问得很好。如果做研究，现在大概是没有了，很少了。的确，在以研究的观点来讲是过时，但如果以产业应用的观点来讲，还是有人在用的。OK， 好，那但是我想他的观念呢，主要是我们想要介绍他的这个观念，漂亮的观念，让大家知道。好。OK，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来我们休息前，我们先讲一下通关密语好了，我们还没有讲到今天的通关密语，2626好了，随便，好，2626。
好，我们要回来上课了。好，来，在继续之前呢，我们先讲一下，大家应该是在今天晚上要交第3个作业吧？好，今天晚上，那我们同时呢也已经公布了第4个作业。好，我们第4个作业呢，其实就是要大家跑一下 SVM， 好，跑一下 SVM。好，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基本上呢，我们就是会提供给助教这边呢，有提供给大家一个 data set， 好，然后有 training， 啊 ，training 的 ground truth， 啊 ，validation 的 ground truth， 啊，然后所以呢，其实作业就是要希望大家呢，能够跑一下 SVM。好，事实上这很简单啊，只是你就用一些开源的套件来跑。那这里有步骤，这个应该都 OK。然后呢，最后希望大家能够缴交你的预估的结果，好 ，testing 的预估结果吧，应该是这样。好 ，testing 的 prediction 的预估的结果，跟 validation 的预估结果，然后写一个报告，说你是怎么去做什么样的资料前处理，然后资料的视觉化，挑哪些栏位作为输入啊，不见得每一个都要用哦。好，那你也可以全用或者怎么样，看你要怎么样的一个选择。那 SVM 里面有一些参数，好，你是怎么进行挑选的？那对于最后的结果有什么样的影响 ？OK， 好，这个就是要大家做的事情。OK， 好，这个是作业4的部分。好，那作业4是这样子，那作业3就是今天晚上要交。今天晚上要交的这个期中报告呢，其实我们主要格式都跟作业1一样，那我们主要是要看大家的你实作的怎么样，你的方法是如何。好，所以说呢，我们在方法的部分会占1半的成绩。好，那其他的我们在先前 homework 1的时候，introduction 会占比较多的成绩，但这一次我们就要看你的方法甚至是希望能够有部分的结果会更好。这样，好，那请记得一定要用跟作业1相同的分组编号来上传。OK，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作业的部分，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是作业3，我们好像看一下它的说明，是不是每一个人只需1个人作为代表缴交就可以了。这里是这样写的。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继续了。好，来，那我们最后呢要把这一章结束掉。最后面呢，它有几个投影片首先呢，当我们要开发一个 machine learning 的系统的时候呢，我们要决定哪些事情比如说我们要去定义好我们的 loss function 好，那记得这当然这个 loss function 跟你最后想要达到的目标是要切合一致的。好，比如说你是希望分类的结果越高越好，你的 loss function 就要往分类的结果这边来做loss function 要跟你的目标一致。那你可能会把你的问题分成好几个部分，那你就有好几个 component 可能都需要进行设计。那你不见得每一个 component 都是 machine learning 的 component 也有可能是一些资料的处理有可能是一些 software engineering 的 problem 这样子那你可能要决定说 ，OK， 你现在面临的这个问题，你是要去做 supervised learning supervised learning 还是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好，那我们当然在现阶段我们讲的几乎都是 supervised learning。好，那未来有机会我们可能
至少 reinforcement learning 会讲啊，unsupervised learning 再看看时间。好，那再来，你决定好这个东西之后呢，你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的资料嘛，所以你要收集资料。好，那每一个 machine learning 的 project 都需要资料，所以资料几乎是最重要的东西之一。那资料怎么来呢？当然，如果以做研究来讲，很多领域都有公开的资料集，大家在同样的资料集上面进行比较。好，那很多时候有一些新的问题，你就没有资料。那你也许可以透过自己的收集自己的标注，或者是说到网络上去找人一起标注，这个就是所谓的 crowdsourcing。好，所以现在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像那个 ImageNet 啊，当时李飞飞教授他们在进行收集的时候，其实就是怎么那么多的资料要怎么进行标注，他们就是 crowdsourcing 的方法啊。那资料如果有限的话呢，你可能可以使用 data augmentation 啊，就是资料增强，比如说随机的加上一些noise 翻转啊，如果是影像的话啦好左右翻转啊，上下翻转啊 ，cropping 啊这些东西。那要特别注意 unbalance 的 class problem， 就是你可能有很多类别啊，比如说你有100类，但其中呢可能其中有5类的训练资料很少，测试资料也很少。那这时候你可能就是得要用到 under sampling 或者是 over sampling 的做法，好，或者是说你要让数量很少那些类别，你要做适当的 augmentation 啊，在训练的时候可以平均一点。那再来呢，你可能在进行资料处理呢，你可以把一些 outlier 一些很明显的有问题的离群值的资料先去掉。好，所以这边其实有非常多的小的细节啦。我们常常讲说，如果你的资料没有定义好，没有清理好，你学到的东西就垃圾啊，你不会有太好的结果。好，那除了资料之外呢，你可能需要资料收集之外，你可能需要对资料做一些pre-processing， 做一些前处理，好，让它容易进行摘要，进行 feature 的萃取。好，那 feature 呢，你要用多少维度，用什么样的精准度来代表它，这也都是有很多实际工程上的要考量的点。比如说你是不是要做 quantization 啊？如果大家最近用 LLM， 应该有什么16个 bit、4个 bit 啊，什么什么这些一堆的参数，一堆的 quantization 的参数可以去考量。好，那我们之前也提过，记得有一些维度的处理要做 normalization 啊。那你也可以根据你自己的 domain knowledge， 你去 introduce 一些新的 attribute 这边就大家各显神威了那很多时候呢，尤其像我们做影像的，很多时候我们都要眼见为凭，我们会把资料显示出来看一下，或者是说，如果是很高维的资料，我们要想办法先把它，比如说投影到一个2维的平面上来看一下资料的分布是如何，来了解一下有一些概念，那它也可以方便我们说，当我们经过一些特定的一些处理之后，是不是有效？这件事情呢，也都可以。你如果能够做一些 data visualization， 也都可以帮助你去进行思考。好，那其中一个 data visualization 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就是这个 t-SNE T Distributed Stochastic Neighbor Embedding。好，这个已经提出来很久了。也是 Jeffrey Hinton 他们提出来的，那提出来很久，几乎已经是标配标准工具，可以让我们把高维度的资料显示在一个2维的平面上。好，模型的选择，事实上呢，没有一定说你选哪一种模型会最好，只不过当然像刚刚同学问的说，现在 SVM 还有人在用吗？就是在某些情况下还是有人在用嘛，好，那就完全要看你的应用而定，你的需求而定，好，那即使你是用 deep learning， 你是用哪一种模型，也都要看你的问题而定，没有说一定的这个做法那我们刚前面讲的，比如说 random forest， 它可能特别适用于如果你的资料里面
有一些维度是所谓的 categorical 的 feature， 它就是一种分类的类别的资料。比如说我们的餐厅资料里面就会有说啊，这家餐厅是意大利餐还是法国餐，有没有？这种是属于类别资料的。这种情况呢 ，random forest 其实更适合。好，因为你说法国餐厅跟意大利餐厅，你要表达成什么样的数值？它没有一定要表达成什么数值啊。好，但是 random forest 这种 decision tree 它就适合能够处理这样的 categorical data。好，那非参数式的模型呢？当你有很多的资料的时候，然后你没有 prior knowledge 的时候呢，你其实适合用非参数式的模型。那当然，以目前 right now 现在这个时代来讲，几乎类神经网络是主宰了所有的 machine learning 的市场了，你可以这么说啊。那它是一种参数式模型啊。那当你资料简单是 linearly separable 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用 longitudinal regression 啊。那 SVM is good to try 哦。当你的资料没有很多的时候，你的训练资料没有很多 ，SVM 其实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出发点哈。那 problem dealing with pattern recognition are most often approached with deep neural network 哈。那你如果要做很多pattern 的判断的话 ，neural network 现在当然已经主宰了几乎所有的 machine learning 的这些应用哈。OK， 好，大概是这样子哈。那这边最后提到就是说，你要是否能够 trust 你的模型，你是否相信你模型最后预估出来的结果啦？那通常你要考量的是可能是 interpretability， 好，就是是否可以描述出今天你这个模型做了某一个判断，是因为你这笔资料是有什么，所以你才做出这样子的一个资料，好，才做出一个这样的一个判断。那这通常比如说在医学的应用上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病理影像，然后最后医生诊断出说 OK 这个肿瘤有多大，什么等等的，它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病症？那是不是你这个模型是能够吐出为什么你判别是有这样的一个病症 ？OK， 你可以从它整个判别的过程，能够解释为什么你这个模型会说出有这样的一个病症。好，这叫 interpretability。那另外一种更深入一点的是 explainability， 可否解释为什么今天你这个流程是这样跑的？好，why was this output produced for this input？ 为什么你这个 input 是经过会这样子跑，而不是那样子跑？好，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可解释性的 AI。那这个一直到现在呢，都还是重要的研究题目。好，那这个是目前说实在的 explainable AI 是类神经网络这边呢比较欠缺的，它是比较缺点比较大的地方啦。如果是传统的 decision tree， 我们就比较能够容易的去理解为什么我这笔资料会被判断成是某一种情况。好，所以最后面这几页呢是聊聊天的啦。好，那这里呢我们就讲完了这一章。好，讲完第19章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要直接跳到第21章。好，在这个学期呢，我们就不讲。事实上呢，这个第20章 Learning Probabilistic Models 也是有相当多的篇幅。好，但我们想说我们要加速进行。糟糕，我这个资料载不下来，是不是？好，这个档案比较大，为什么那么慢呢？什么？哦，好。
OK， 好，来，那我们就进入，哎呦，它怎么会自己跳？好，先这样子，那我们就进入到第21章。第21章呢，讲的是 deep learning。好，那事实上啊，我想在座的啊，或者是线上的同学，你现在几乎老早就已经都在用 deep learning 了。那我相信大部分的同学呢，可能也都已经有在网络上看过各种不同的 deep learning 的课程，对吧？好，那我们在这一章呢，我们毕竟是 follow 我们这本 AI 的经典的教科书，你知道吗？大师写书呢，它的切入的点都会比较高阶一点啊。所以说呢，我们底下的这个内容啊，说实在的，它并不是那种图文并茂、声光效果俱佳的那种看起来大家很容易接受的deep learning 的讲法。但是你也可以听听看，他们讲的是一样的东西，但是它是从更高的 level 来快速的介绍这整个 deep learning。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首先第一页的进入点就跟别人的讲法很不一样。好，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啊，我们以前学过，比如说 linear regression， 如果用图来表达 linear regression 的话，它就相当于是最左边这个图，因为 linear regression 就是我们要去找 W0 加上 W1x 等于 y， 有没有？事实上呢，我要决定的参数呢，相当于是我有 W0 跟 W1 要决定，然后呢，它们乘上对应的随机变数之后加起来，好，或者说你在做更高维度的W0 加上 W1x1 加上 W2x2 加上 W3x3， 这是一个线性方程式。那以 graph 来表达的话呢，可以表达像左边这个样子。中间这个图呢是 decision tree， 所以大家知道 decision tree 的概念就有一点类似像这样，我先去判别某一个随机变数。好，你把这个 decision tree 呢，你有点把它倒过来，就是它就像这是叫做 decision list network has some long paths for some possible input values, but most paths are short， 就是有一点像 decision tree， 它也是一个叫做 decision list。好，就是我一个属性进行判断，然后叠加起来，好，是长这样。好，那之所以把它画成，为什么硬要把 linear regression 跟这种 decision list 画出来呢？事实上是为了要凸显右边的这个。右边的这个呢，就是我们比较熟知的类神经网络。每一层的神经有很多的神经元，每一个神经元可能都会看前面这一层的资料的全部或者是一部分，所以这整个图画起来就会长这样。复杂很多，每一条线上面都有对应的参数，所以这一张图是为了要表达说，接下来我们要讲的类神经网络，它所需要计算的这些参数的量，会远远超过 linear regression 或者是 decision list 这样。好，那一个 forward 的一个类神经网络呢？has connection only in one direction， 就是我的资料是从左传到右，那我的资料可以是一个高维度的向量然后呢，每一个维度都对应到，我可能会把第一个维度的值丢给我这个第一层 input 这一层的每一个神经元，我可能都会丢过去，第二个维度也都会丢，第三个维度也可能都会丢。好，那所谓的 feed forward 的意思是说，你的资料的流向是由左传到右，这种 feed forward 的特性。每一个 node 呢，它都会每一个神经元呢，它都可以形成一个 function compute a function of its input。我一个神经元，我接受好几个 input， 然后我就做一些运算，然后吐出对应的 output。那有一些 input 呢 ，some of the inputs to the nodes are parameters。你除了资料的 input 之外，我还可以额外再给它一些参数的 input， 比如说bias 是多少什么多少这些，好，来借由这个东西来调整。
那简单用数学来表达的话，每一个 node 在做的都是类似这样的一个运算。我今天我的 input 可能有 n 个维度，所以呢，我就会有 A1、A2 到 AN。好，那每一个维度的值都会乘上对应的 weighting， 加起来。所以这是我的 input， 我把我的 input 进行 weighting 的加总，加总起来之后呢，这个就是我整个 input 的总和啊，所以我这里叫它 INJ， 就是 input J。我的 input 的总和，我在经过一个 GJ 这一个 nonlinear 的 activation function， 我透过一个非线性的一个触发函数，然后呢得到我对应的 output AJ。OK， 好，这边我事实上应该画一个神经元的图啦。好，事实上我们课本里面呢都没有画图，它只写这些东西。好，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说我有一个神经元，我有好多个 input， 好多个维度的 input A1、A2 到 AN， 然后呢每一个 input 呢都乘上对应的一个 weighting， 加起来，这是我 input 的总和。好，那我要输出什么呢？我要输出的就是借由这个 nonlinear 的 activation function 进行输出，得到 AJ。我们也可以把上面这个式子呢写成矩阵的形式，就是 W transpose X， 你的 input 的向量是 X， 其实 X 摊开来就是 A1、A2 到 AN 啦，就是这里其实就是在做内积嘛，一堆 W 跟一堆的这个 A1、A2 到 AN 进行内积，然后呢再丢给 GJ 这个 activation function。那整个类神经网络呢，我们可以把它视为是一个很复杂的函式，很复杂的函式。就是因为呢，我们有这些 nonlinear 的 activation function 呢，可以让我们这些复杂的函式可以表达出非线性的一个 mapping 的关系。大家知道这个 linear regression 这里的我 input x 就是这个，我对应的 output y 是这个嘛？我的 input x 跟 y 之间，在这个 case 里面是一个线性的 mapping， 就是线性代数在学的那个东西。我把一个 input x 这个向量，我乘上一个或者说我跟一个参数 w 向量进行内积，这个内积的过程就是一个线性的 operation。好，那在类神经网络里面呢，我之所以可以把 input 跟 output 之间变成是建构出一个非线性的转换，原因就在于说我这些神经元里面有搭配很多非线性的 activation function， 所以我的 input 跟 output 之间就是可以很复杂的非线性的关系。这样，那这些 activation function 呢，经过多年的这个演变从最早呢，其实在1980年代就已经有在用 sigmoid function 或者是 hyperbolic tangent。hyperbolic tangent， 这是第一个跟第三个这种方法呢，来当成是 activation function。这个在1980年代早就已经有了。好，那但是呢，随着你的网络，你的这个一层一层的神经元，你叠得越来越深，我们就发现呢，你用 sigmoid 或者是这个hyperbolic tangent 呢，会有一些所谓的梯度消失的问题。所以呢，一样是 Jeffrey Hinton 他们就提出了所谓的 ReLU，Rectified Linear Unit 的这样子的一个nonlinear 的 activation function 的做法。那它的概念就是说呢，如果我的 input 总和是在0以下，是小于0的话，那我就是 output 0。如果是大于0的话，我就是线性的 output 出对应的 output， 所以我如果 input 总和是2，我也 output 2，input 的总和是4，我也是 output 4，这个就是 ReLU 的这个做法。所以呢，随着过去的很多的演变，我们的 activation function 也在进行变动。好，那我们就先讲一些简单的网络啦。附带一提刚刚上面讲的3种不同的 activation function 呢，它们的微分都是 non-negative， 也就是说它们的微分一定都大于等于0。这个是在我们等一下的说明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特性。activation function 微分都会大于等于0。好，那你把很多个神经元 couple 在一起，就变成一个网路。好，所以比如说像这个，这是一个比如说这里有2个神经元，好，这个神经元呢，我吃的2个 input， 一个是 S1 乘上 W13， 然后呢再加上 S2 乘上 W23， 就得到了编号3号的这个神经元的 input， 然后呢我再经过一个 nonlinear 的 activation function 吐出对应的 output， 那这个 output 呢会乘上 W35， 然后呢这个 output 会乘上 W45， 得到编号5号的这个神经元的2个 input的总和，然后呢，我再经过 nonlinear function， 我吐出对应的 output y hat 这样子。好，那这是一个，那我也可以呢，建构出另外一个更复杂一点的，好，应该说它把左边的这个 unpack 把它展开来，我可以把左边的这个网路呢展开成像右边这一边。而且把一些东西画得更仔细，所以比如说 S1， 我是乘上 WS1 有没有？再加上我有一个 bias 叫做 W03 加进来，我会跟谁加在一起呢？我会把 S2 乘上 W23 加在一起，然后呢，再经过一个 activation function G3 吐出对应的 output， 所以右边的这个图只是左边的这个图把更多的细节画进去，然后展开而已。这样，好，再来，我们要讲的重点其实是这个。好，现在呢，根据 Figure 21.3 比右边这个图，我们的 output 是谁 ？Y hat。Y hat 其实就是 input number 5经过 activation function G5 得到的结果嘛。就是 G5 在这里，那我的 input number 5在这里嘛，在这个地方。好，我那个到底载完了没有？我看一下，没有载，根本就不 work， 是不是？看一下。好，因为我本来想说我要用更明显的，好，不管了，就用滑鼠这样子点就好了。好，就这样。所以呢，Y hat 等于是 G5， 我丢 input 5给他。那 input 5是谁呢？ input 5就是 W05 加上 W35 乘 A3 加上 W45 乘 A4。W35 乘 A3， 这一条线这里叫 A3， 加上 W05乘以1，加上 W45乘以 A4， 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 input number 5在这里，可以吧？好。然后呢 ，A3 是谁 ？A3 就是 G3， 我丢给他 input number 3。A4 就是 G4， 我丢给他 input number 4，对不对 ？A3 跟 A4， 这里是 A3， 这里是 A4， 那 A3 不就是这一坨的 input 丢给 G3 得到 A3 吗？A4 就是这一坨丢给G4，我得到 A4 嘛，所以就在这里。好，那我再把 input 3展开 ，input 3是谁 ？input 3就是 W03乘1加上 W13乘 S1加上 W23乘上 S2 得到 input 3嘛，就这里嘛。以此类推 ，input 4就是这里。所以这个就是整个这么简单的一个类神经网络，只有2个神经元、3个神经元啊，这么简单的类神经网络，它整个运算的内容是长这样，可以吧？好，The weight can be adjusted to make the output y hat agree more closely with the true value y in the training data。当我们要去训练，所谓的训练这个类神经网络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如何去调这些 W03、W13、W24、W24、W04、W35、W05、我要如何去调这些 W， 使得我这里吐出来的 y hat 跟真正的答案 y 要越相近越好，对不对？那我可以把
刚刚上面的那个描述啊，改写成矩阵的形式。我的 input 是 x， 我经过 w1， 我乘上 w1 这个矩阵，然后呢，我再丢给 g1 的这个 activation function。这里的 w1 是谁 ？w1 其实就是第一层这里的所有的 w 汇集起来，就是 w03、w13、w23、w14、w24、w04， 这叫 w1。那我的 x 乘上 w1， 我写成矩阵的表达形式。然后呢 ，g1 是什么？这里叫做 g1， 上标的 g 括号 1， 其实就是这里的 G3 跟 G4 的结合，的一起的写法。好，那经过这个呢，再乘上第二层的 weight， 然后呢，再经过第二层的 activation， 我得到 output 的值，这样。好，那刚刚这个简单的类线性网络呢，是 fully connected， 代表的是说呢，我前一层的每一个 node 的 output 都会接到下一层的每一个 node。OK， 好，那我们讲过嘛，我们现在要来学这个类线性网络。好，那我们要先定义好我们的 loss function 啊。那假设我们的 loss function 是 L2 distance， 这个大家已经很熟了嘛。所以呢，我们的 loss， 我们现在的 hypothesis space 其实就是我们这一个两层的简单的类线性网络。我们在这个类线性网络里面去找到一组最好的参数 W， 使得它的表现会最好。好，那这 loss 呢，就等于是 L2 loss between 真正的标准答案 y 跟我的预估结果就是 h of x。好，因为我们现在的 hypothesis 是这个嘛。好，那 L2 distance 的定义就是 y 减掉它的 L2 norm 的平方嘛，也就是 y 减到 y head 的平方，这个就是 loss function。这怎么变成这样？好，姑且看一下啊，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网络我的那个 PowerPoint 载不下来，变得很奇怪。好，如果变成这样，那我们现在有经验呢，我们 loss function 这样子，我们要找到最佳解。我们如果假设我要找到最好的 W35， 我们现在有很多 W 要决定哦。W35 也要决定 ，W05 也要决定 ，W45 也要决定，对不对？假设我们要找到最好的 W35 怎么办？我们就把 loss function 针对 W35 进行偏微分。这一招我们以前做过啊，对不对？我们把 loss function 对 W35 做偏微分。好，那就带进去算一下 ，y 减到 y head 的平方对 W35 偏微分。一偏微分之后变成-2y 减 y head， 然后呢 y head 跟对 W35 做偏微分。好，那这个呢是因为 y head 是一个复合函数，所以说上面的这个式子就是复合函数，你是 g of f of x 对 x 做偏微分，就等于是什么 ？g 整体而言做一次微分，再乘上你 f 对 x 做偏微分，这是一般的微积分。好，所以我就得到这个啦。好，然后呢 ，y head 是谁 ？y head 就是 g5 of input 5，对不对？那 g5 of input 5针对 W35 做偏微分，你就把它整体人做一次微分，把 input 5对 W35 做偏微分。input 5把它展开来，长这样。这一坨东西对 W35 偏微分，只剩下谁？因为 W05 对 W35 偏微分是不见了嘛，最后面这一项也不见了嘛，因为它没有 W35 的元素，只剩下中间这一项有 W35 的元素，我对 W35 偏微分，剩下 A3， 所以呢，整体而言，我的 loss function 对 W35 做偏微分得到的是这个样子。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要推的第一个数值。那如果相对来讲，我们这一段稍微讲快一点啊，这是让我们决定最好的，我们 W35 要怎么变动？大家还记得梯度下降法吗？我的 W35 怎么去进行变动呢？那其实就是 W35， 然后就有一个左箭头
等于什么呢？新的 W35 就等于是旧的 W35加上某一个 learning rate 阿尔法乘上这个一次微分的结果嘛？还记不记得那个梯度下降法的 update 公式？那我们这里就算出了我的 loss function 针对 W35 做一次偏微分嘛。那我如果今天，那这是 W35 在这个位置相对容易推，同样的 W05 跟 W45 你都可以这样推。比较麻烦的是前面这一层，比如说我今天我要去决定我的 W13要怎么 update， 来，那很快跑一下 W13， 那一样啦，你把你这个 loss function 对 W13 做偏微分。好，那简写过后呢，就变成说，我现在 input 5在这里对 W13 做偏微分嘛。那谁跟13有关啊？一样是 A3。好 ，A3 这边呢，我现在变成是我 A3 要对 W13 做偏微分。A3 就是 G3 of input 3。好，那 input 3呢，一样，这里再做一次跟刚刚很像的事情。input 3展开长这样 ，input 3这边你再对 W13 做偏微分，最后变成是这个样子。变成是这个样子。好，那这个呢，看起来就比刚刚上面的这个稍微复杂一点点，因为它是更往前推一层嘛。好，那如果今天呢，我们把这一个数值定义成 delta 5，这个数值是什么？这个数值就是这里定义成 delta 5，然后呢，它的这个对它做一次微分，就变成 delta 5乘 A3。我们称呼呢，这个叫做是 perceived error。你仔细看一下，这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其实就是说我预估出来的值跟我实际的值中间的误差，乘上 G5 的一次微分。好，所以它的值大或小，其实跟我的这个我的预估的准确度，我预估的误差值有很重大的关系。所以呢，我们称呼它是一个所谓的 perceived error。at the point where unified receive its input 在这里，在这里。好 ，then the gradient with respect to W35 就变成是 delta 5乘 A3。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一块，如果 delta 5是正的，我们把这一个讲完就好。delta 5如果是正的，代表什么意思？代表 y hat 大于 y， 对不对？代表我预估出来的值太大了，大过 y， 所以我才是正的嘛。我为什么这么有把握说它一定是正？你说你没有考虑后面这一个啊？不要忘记，我们刚刚前面说过 ，activation function 的一次微分的值永远都大于等于0，所以这个数值一定大于等于0。所以你今天 delta 5会是正的，一定是因为你的 y hat 大于 y。好，所以呢 y hat 太大了 ，delta 5如果是正的 ，y hat 太大了。好，那如果 A3 也是正的，那么 increasing W35 就是说你 delta 5是正的 ，A3 也是正的。好 ，then increasing W35 will only make things worse。如果你这时候你再把你的 W3 变大，你就会让这个问题更严重，因为你现在预估出来的值已经太大了嘛。你再把 W35 的数值变大，那你就会预估的更大，会让事情变得更严重。好，如果 WA3 是负的，那么 increase W35 呢就会降低我的 error。所以这里在讲的事情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仔细去介绍这个数值？因为要给大家一个直观的一个概念，就是你的 W35 是怎么去进行变动的。事实上，它是有直观的意义的。好，那这边呢，我们今天时间不太够了，所以说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好，
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把抽奖的程序完成嘛，所以现在请助教把号码牌发下去，然后呢，我等一下会显示线上同学的这个连结啊。好了吗？好。线上第二组通关密码3477好了。好，那现场的是有多少位？到多少？好，那得奖几率很高哎，看一下。又有3哎，每次都有3，371952，好，371952，好，好，那线上的，请线上同学扫这个 QR code 填写你的 email account， 然后你的有2组通关的密码，好 ，OK， 好，那最后几分钟，其实就是说我们在 Deep Learning 这边的讲法，其实我觉得重点在我们不是讲那些很容易听得懂的东西，这我们书上的写法是这样的哈，我们重点是要让大家知道梯度下降法如何应用在这些模型的训练当中，在前半段是这样，那接下来我们就会快速的讲很多 Deep Learning 的一些重要的技巧，比如说 Batch Normalization 啊 ，Residual Network 啊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啊，这些东西啊，这是我们这一本书在 Deep Learning 这里的一个写法，这样好，那所以我们大概上课上到这边，我们今天上到这里，请大家记得这个交作业，然后线上同学就是用这个来抽奖那现场的同学刚抽到的可以去找助教登记你的这个资料了，好，我看一下 slide 上面有没有问题，看起来没有，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